各位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老家一路的第13节课。本节课学习青龙出水。好，接上式撇身拳。好，动作一，松右胯，身体微向右转，右拳随身法微向右转，走顺缠。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合左胯，身法向左螺旋。右拳全心朝内，合于身前中线，重心左腿。好，二，松胯，坐沉下落，同时身法右转，右拳放松下落，左手顺势领腕，与右拳上下相合，合于身前中线。好，三，松左胯，当走后弧，双逆缠螺旋外蓬打开。好，四，松右胯，双顺缠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两手慢慢向内相合，左手合于身前中线，右拳藏于腰胯间，左手掌心朝上，翻腕按掌，合于小腹丹田。好，蹬左腿，当走螺旋，身法微向左转，冲右拳发力。发力方向，右拳和右膝上下相合，向右斜下方45度冲拳，前拳后肘对角对拉，后肘向左斜上方进行打肘。好，再看一次撇身拳，青龙出水。好，一，松胯螺旋，右拳沉肩坠肘，顺缠全心朝内，当走后弧，螺旋向内相合于身前中线。三，放松下沉，双逆缠外蓬打开。四，双顺缠螺旋蓄力相合，翻腕按掌蓄力定势。好，螺旋对拉发力。好，再看一次撇身拳。一，螺旋相合。二，坐腕下沉。三，双逆缠螺旋外蓬打开。四，双顺缠螺旋相合。五，拧腰悬胯，蹬转发力。看一次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好，四个方向看一下。背向拳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好，侧面。好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好，对向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好，跟大家讲解撇身拳转青龙出水的重点细节。第一，我们在练习撇身拳转化青龙出水时，在
画圆相合于中线这个部分，我们都听过拳论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欲左先右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词语呢，让很多老师在做撇身拳的过程当中会刻意的领带肩膀向右画螺旋，产生一个以肩关节梢节的运动来带动手臂向内相合的动作，这是一个不正确的习惯。我们每一次的运化都是以当胯螺旋为主要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想要让右拳欲左先右向内相合，首先要做到的动作是松右胯。好，同学们看一下，当我们右拳向内相合的过程里，通过右胯的松沉，松右胯，身法微向右转，身体会先向右微微螺旋，以胯肩相合，带动手肘微向右领带，随后随着咱们当走后弧重心左移的这个过程，以肩带肘，以肘领腕，向左侧螺旋，向内相合。这个过程通过胯和我们的腿重心移动结合，形成了当走后弧的螺旋运化，肩膀就会形成随胯的松沉产生的欲左先右的螺旋弧线。所以大家在第一个重点上就要切记，不要将我们的动作通过梢节的画圆来做成外形动作，要通过中节的松沉螺旋来带动梢节的整体运化。第一个细节。第二，当我们形成了欲左先右的螺旋以后，我们的身法是重心到位之后微向右斜前方。那随着我们左胯的向内相合，又是形成了对角的动作相合，以肩胯为对角相合，带动身法腰当顺缠向内螺旋。这个时候咱的右拳就只在身前做了一个顺缠相合的动作，并没有用力去刻意的把手臂向里去摆掌或者摆拳。看，螺旋向内相合，拳心拳顺缠螺旋，自然就能合到我们的身前中线，通过关节螺旋来带动梢节的动作弧线，不要通过梢节的折叠或者是摆动来带动这是第二个。那么第三，当我们做出来这些动作以后，下一步是两手形成一个上下的相合，我们同样还是要强调胯当的一个运行。因为很多同学合到这儿以后，右手直接下砸，左手向右拳拳心上方直接形成相合，这种动作身体是没有产生螺旋和转动的，也就产生不了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螺旋弧线。所以好，到这儿之后，通过右胯上下折叠，同时再加上右胯的左右相合，在身体右拳下落的过程当中，伴随着右转螺旋。这个时候身法右转，右肩向后，左肩向前。好，慢慢螺旋，领腕相合。这个时候两手是不是都通过身体的转动相合，对不对？那正好，我们来到了身体朝右侧斜前方的位置，我们再次去衔接松左胯，两手双逆缠，当走后弧的螺旋自然就产生到了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，最容易犯的问题就是第三个重点没有做好，所以在两手相合外摆的过程当中，就会形成重心平移，两手在身前左右来回荡没有产生螺旋的外形变化，就形成了动作的不够圆活饱满。那咱们你看下来以后，正好你看身体是向右微微螺旋，重心在左腿，左胯是打开的，只要轻松左胯，身法就会带动螺旋双逆缠外碰打开，正常的运化当走后弧，重心右腿了。好，再松右胯，
再变成双顺缠向内相合。身体只要做好了这个步骤，剩下的就双逆缠外蓬、双顺缠螺旋相合，都是当走后弧。所以这块特别简单。那么当我们两手外蓬什么时候算是到位呢？两手就在两膝上方，不要超过膝关节。一旦超过膝关节，我们会出现架肘和挺胸的问题。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螺旋在转动的时候是相合的，通过大臂带动小臂领出去；二，放松，再通过大臂和小臂产生向内的相合，不要过膝关节，一过，要么顶胸，要么架肩架肘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地方。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蓄好力了，左手是掌心朝上还是掌心朝下？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有的老师到这儿，掌心朝上蓄力，有的老师是掌心朝下蓄力，都是可以的。但是蓄完力之后的那个发力，这就是大家很容易错误的点。青龙出水的发力，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，由于大家经常练习延手拱拳，所以就会习惯或者是条件反射性的去蹬转右腿，用右腿的抖和右胯的翻捧进行发力。这样子我们在打出来力量之后，右胯崩弹的方向在这个方向，但是拳向这个方向，它就会形成一个力量的不相合，整个劲力是散的。但是我们一样能出现弹抖，这就形成了咱们经常说的，咱练拳不是为了抖而抖，而是为了能够将周身一整体的力量发放到一个点上。但光抖右胯，只剩身体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切记身法螺旋时的导换劲力的方法，不要用右胯去习惯的崩弹。那它的发力方式是怎么样呢？好，咱们下一部分再跟老师们去讲解。